在想什么？连电影结束了都没发现？喂，是我，不好意思啊，刚看到你发的消息。你是说你很纠结要送他什么生日礼物，对吧？我想想啊。对了，你可以试试我之前用过的办法。当时我拉着苏子叶玩了一个情侣互动游戏，感觉挺有趣的，还能启发送礼物的灵感，说不定也可以对爱情起到一些推动作用哦。哎，叫什么来着？你先等一下，我去找找网址，过会儿发给你。是翟鑫啊。你们在做什么啊？神神秘秘的。新的阶段，更需要新的维系。新的维系，这个说法听上去有点独特。我也很感兴趣，不如我们一起试试看。我刚刚说的一起试试看，可不是指现在。看来你光顾着游戏，没注意到现在时间已经很晚了。现在是应该上床睡觉的时刻。
还没下班吧？那正好，我马上就到律所楼下了，接你一起回家。我记得你说过，今晚需要加一会儿班整理案子。我从委托人那边出来，看着时间很晚了，让你一个人回家的话，我不太放心，就过来了。晚饭吃了吗？那待会儿到家，我就给你做顿夜宵。来吧，一起看看。真是有点出人意料的游戏。脸？为什么？好像确实是这样。喜欢吻你的什么地方？坦白说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好，那我就直说自己的感觉了。我不知道怎么选择，因为我一直觉得你的所有，我都喜欢。无论是你身上的任何部分，还是你表现出来的任何言行，对我来说，都有无穷的吸引力，让我不知不觉地想要接近你。这就是我想表达的感受。另外，你一定不知道，很多时候我都想遵从内心的呼声，去吻你，触碰你。比如此时此刻，我就想这样做，可以吗？
睡吧，有我在。为什么是下巴？如果说这样就算方便，那我只要稍微一低头，岂不是更方便你吻过来的动作？喜欢吻你的什么地方？坦白说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我帮你选。哦，原来如此，那当然可以。就从额头先开始吧。这里怎么样？不喜欢吗？那这里。你，你呀，原来是这样，真是拿你没办法。喜欢吻你的什么地方？坦白说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好，那我就直说自己的感觉了。
吃得这么快，是不是很想早点回去玩那个游戏？为什么这么说？我觉得这倒不用太担心。不喜欢的，我们就跳过去。游戏本身就是为了放松娱乐，不是吗？不过你还是慢点吃，不急这一会儿。没问题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为伴侣梳头发，我去拿梳子过来。我刚刚清洗了一下，已经吹干了。这把梳子我用了很久，也有点旧了，给你梳，当然要干净一点，但保持干净整洁还是要的，尤其是给你使用。你先选，我都可以。我这么坐着怎么样？你站在沙发的右侧，应该比较方便。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，甚至还会有一点奇怪的紧张感。或许是因为太过喜欢你，于是很想多贪恋一些有你带给我的幸福吧。听人说过梳头发可以按摩头部穴位，但我自己很少注意这些。不止，我曾经在书上看到过，古代女子出嫁前，家人都会为她亲自梳头发。没错，寓意是未来的生活可以永远幸福。书上还有记录，称男子为妻子梳头，也有特别的寓意，表示永结同心，终身不负。有些寓意可以传承，有些寓意也可以由后人赋予。比如方才你在梳发的过程中，你更希望赋予它什么样的意义呢？那不是更好吗？你说说看。一点也没错。不过每次见到你，我总觉得任何压力和烦恼都不算什么了。
对我来说，这就是最宝贵的意义。你，就是我的寓意。今晚要睡个好觉，晚安。我先把你的头发梳开，怎么样？那我要仔细看一下。应该不难。当然，除了你之外，也没有人值得我这么做。那我开始了。听人说过梳头发可以按摩头部穴位，但我自己很少注意这些。
先吃吧。吃饭不规律会伤到肠胃，以后再忙也不要忘记吃午餐。你呀，要不是我刚刚正好路过注意到了，恐怕你根本想不起来自己还没吃饭吧？真的吗？那我去提醒你吃饭的时候，你怎么一副才想起来的样子？在照顾自己身体这方面，你的诚信度可不够。看来以后，我还是得多盯着你一点比较好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我应该尽量多注意这方面。话说回来，以后无论再忙，你也要顾及身体，不然我会很担心。晚上我可能会加一会儿班再回，你呢？好，我们一起回家。看来这个互动游戏对我们来说还多了一个性质，适合放松身心。来，我们开始吧。最恐惧的是，别怕，有我在你身边，你慢慢说。原来是这样，你放心，有我陪着你，我们一起来面对它，跨越它。不，我只是有些犹豫。曾经的我，从来不会为了过于遥远且不切实际的可能性，产生什么恐惧的心态，因为我知道那只是自寻烦恼。但刚刚下意识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有些不敢让自己去想象。真所谓听君一席话呀。不过听你这么说完，这个问题再让我换个角度想想，那我最恐惧的事情就是失去你。好，听你的。
希望梦到我。好，你睡着了，我就去梦里找你。愣在那里做什么？
没关系，你知道的，我不会介意这些事。原本约你过来，就是想一起散心、欣赏美景，迟一点也不会耽误什么。而且就算你来的再晚，我也愿意一直等下去。是啊，走吧，我带你去里面的观赏区，那边的景色更美。没记错的话，今天应该是系统附赠的彩蛋任务。和伴侣写下5年后的愿望。一会儿我们写完，就直接放到这个瓶子里面吧。如果写下的愿望哪天实现了，我们再拿出来告诉对方。你觉得怎么样？不，其实我已经想到了，但是不确定会不会提早实现。你呢？看你刚刚好像有些犹豫不定。那你或许可以写一写，你希望5年后的自己会是什么样的？只是期待也不错。或者，你希望5年后会发生的事情，都可以。不过我们2人永远在一起这种愿望，就不用写了，因为早已经成为现实，以后也一定不会分离。大概是这种含义吧。不过，无论写下的愿望会不会实现，都不要太在意，因为我们会携手共度所有的未来。你没能实现的愿望，就交给我，让我来帮你实现。睡不着吗？那
我抱着你睡。抱歉，并不是因为不胜酒量，也不是因为我要开车才不喝酒，而是因为这几天晚上都有重要的事情要做，一切都以那件事为优先。啊，你过来了。你是想问，刚刚我说的那件事是什么？仔细想想看，我们这几天每晚都在。
稍等我一会儿，我们很快就可以回家。这么说倒也没错。那么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我在种植方面有点经验，这个任务应该可以顺利完成。第一步，需要先选个品种，再来种植。我想想看，这样吧，我们直接去楼下那家植物商店选一选，怎么样？准备好的话，我们现在就开始。我以前刚学种植的时候，对待新品种的植株也会很紧张。后来才知道，无论是什么品种的植物，培养的过程，最关键的都是耐心和细心。只要保持这样的心态，在植物生长的重要阶段，采取科学的办法应对，其他的就不用太担心。或许，这跟培养一段感情十分相似。每个阶段都需要细致的呵护，但不必过于担忧。自然的生长或许会更好，毕竟它本身就有足够顽强的生命力。没错，用心维护，自然而然的发展。我们一定可以将这个盆栽养得很好。月色很美，希望你可以做个好梦。
在这里坐太久，小心着凉。累了吗？我来给你按摩一下吧。我本来在外面等着，想接你一起回去。看到陆续有人出来，却没发现你的身影，我有点担心，就进来看看。原来我还有这么神奇的作用。哦，对了，等会儿我们直接去旁边吃饭吧，我订好了位置。忙了这么久，该吃点好的，犒劳一下自己。就知道你回来就会找他。已经准备好了。我认为我们可以换一种思路。这款游戏，除了增进伴侣之间的了解和相处的乐趣之外，可能有其他含义。但至少应该不是为了出题难助玩游戏的人。
所以我认为，我们可以放宽这个任务的范围。比如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单纯去观赏星空。恰好今晚是晴天，虽然观赏日常的星空并不算特殊的天文现象，但好歹算是稍微大变。走吧，我们去外面看星星。其实除了这个，我刚刚还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。我想过，还可以带你去看日出。不过这是一种气象现象，只能算是搭边中的搭边。另外，我们这几天的工作都排得很满，看完日出再去上班，会太疲惫。那么，你对现在的过程是什么感受？这种情况，我是完全没有考虑到的。不过认真想想，这种运气，我曾经也遇到过。我一直认为，自己最大的运气就是遇到你。就像刚刚那颗流星一样，流星遇到了我们，我遇到了你。这一切看似是偶然，但谁说那不是一种必然的、命运般的指引呢？否则岂不是太巧合了一点？我们又不是活在书中的人。那就承认也没什么。流星不会为任何人停留，而我会，但也只是为了你而已。只在今晚？你确定吗？那明天你要逃到哪里去？我可是不会放手的。
闭上眼睛，轻轻呼吸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晚安。
先前开会的时候，你好像在想什么心事。确实是最后一天了。这一次的结束，就是下一次的开始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小游戏，以后有机会，我们还可以继续玩。我很愿意陪你一起参与。对我来说，每一次的互动都是无比珍贵的体验。这次结束后，等有机会，我们再多尝试一下这种风格的互动游戏吧。那就开始吧。输的人要扮演对方，并且得到对方的合格肯定才算通关。是有点像。我的看法吗？这个观点我比较赞同。爱情曾对我来说可望而不可及，爱情能成为我生活的部分，能融入生活的本身，都要多亏我遇到了一个人。如果那些评论是发自内心的感慨，或是自身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却毫无结果的愤懑发泄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我认为非常完美。你刚刚接下半句的时候，我差点真的把你当成心中另一个声音在说话。你怎么？抱歉，一不小心就认真过头了。
我明白了，仿生机器人只是你的伪装身份，对吧？莫非你就是传说中的那面神奇魔镜？否则怎么会如此形象地映照出另一个我呢？不过，魔法圈也不是法外之地。在审问你的来路之前，我要先问一个题外的事情。请显示出，谁是世界上我最爱的人？难不成还有其他人吗？不过，最后的疑问语气要去掉。最爱的人，就是你，只有你。或许是因为自从我们在一起之后，任何关键的改变，都与你有关。对我来说，更是一种难得的体验。我想到这几天，我们通过游戏的简单任务，一起相处的时刻，一起种植小盆栽，一起观赏夜空偶遇流星，共同写下5年后的愿望，为彼此梳头发。没想到这种看似简单的互动游戏，竟然可以让我们拥有这么多难忘的经历。你这是礼物？一对情侣檀木书。我很喜欢，非常喜欢。前几天在发现你的异常时，我就在猜，你会不会是遇到了什么难题？没想到，你居然是为了这件事费心。私心？谢谢你，这份礼物正合我的心意，我会每天都好好使用它。其实，我一直都很喜欢和你在一起经历这些生活中的平凡日常。虽然在许多人眼中，那是琐碎的、无聊的俗事，对我而言，却总是十分难得的。但我曾经有过担忧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会不会厌烦这样的日常呢？我总会在不经意间，从你的身上学到许多，感受到许多，这个世界上无比宝贵的东西。
我也希望能尽全力为你营造一种舒适的关系和情感生活，因为我十分肯定，你心中盼望的，就是我所期待的。要不要现在就去体验一下新的数字？我想为你抒发。不舒服吗？你说过要看我的表现，那就放心交给我。哪里奇怪？这也是生活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，不是吗？我忽然想起要对你说的一些话，趁着你还有余力回应我，我就一并讲出来吧。对我来说，有一种爱，即使触碰都是一种馈赠，那将是一种持久的，不会倦怠的，甚至可以随着时间愈发浓烈的爱意，就如同我们彼此之间。喂，是我。怎么这么惊讶？没想到我会打电话过来吗？你正准备给我打电话提醒啊？放心，我怎么会忘了之前的约定？今天0点，准时去客厅的窗户位置。你说的话，我可是时时刻刻记在心里。我已经过来了。哦，你现在是在我的小区楼下吗？我明白了，怪不得你晚上吃完饭就说有事要先回去，原来是为了给我准备惊喜。不过，我怎么从窗户这里看不到你啊？哦，还需要再准备一下。啊，没事，那我就这样挂着语音，和你一边聊天一边等。放心，一点也不无聊。幸福往往酝酿在等待的过程中，更何况，这是等你呢。啊，好，我现在往下看。这是，我看到了，蜡烛、彩灯、礼物，还有你，都很美，我很喜欢。想不想知道我要对你说什么？好，那我现在就下来。
因为这句话，我一定要当面告诉你。